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身前热播，程毅演技稳如泰山，力压一众王炸配角显神威。我原本以为11月的影视剧市场上已经相当饱和了，三大古偶之间的竞争无需多言。但令人意外的是，小巷人家这部黑马突然崭露头角。它以轻松愉快的幽默氛围，让观众们找到了《武林外传》同款电子榨菜。竞争已如此激烈，但央视竟再度使出杀手锏。一部积压长达5年的谍战剧一经播出，便超越《永夜星河》，迅速登上热搜榜首。程毅作为当前的顶级流量，展现出非凡的带剧能力。尽管有顶流的加持，但身前取得这样的成绩，显然与他情节极度烧脑密切相关，观众难以跟上剧情的发展。剧情悬念迭起，环环相扣。1939年上海滩鱼龙混杂，一个长沙战场的参谋长曲文志叛逃回来，带来了前方战场的机密资料。由于这些与战场结局紧密相关的资料，上海的各方势力纷纷行动起来。身前巧妙地展现了多方博弈的紧张刺激氛围，观众仿佛身临其境般在刀锋上起舞，令人紧张不已。在这个棋局中，没有人是愚蠢的，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寻找着自己前进的道路。曲文志叛逃后，他手中的资料落入了八哥之手，并成为各方争相追逐的热点。一个广播平台的背后，其实是各国之间的情报交易，而军统和共产党也参与其中。这才是观众心目中的精彩博弈，怎么会是那些抗日神剧里描绘的盲目听从日本人的一切说法的情况呢？云木之身为一名坚定的地下党员，尽管他知道走出房间就会面临死亡的危险，但他无法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因此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表明整个事件的异常，实在令人敬佩。不得不提，王劲松表现出的从容不迫、毫不费力的死亡态度，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云木之之所以被日本人设计逼入绝境，不得不选择赴死，这也证明了反派的智商相当在线。观众十分欢迎这类尊重智商的谍战剧，弹幕上普遍都是太烧脑了的评论。日本人收到的密报中透露的信息，从文字上看确实是用日语书写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日本人竟然使用中文进行交流，这让观众感到非常突兀，仿佛是关注点没抓住，只见细节而未照顾大局。阴谋诡计大多都是由那些大佬们你来我往的施展，情节十分烧脑，观众难以理解。但与此同时，男女主总是以一种极其荒谬的方式出现在观众眼前，这让观众感到恼怒不已。女主人公戴着帽子，身穿特工的标准着装黑色风衣，用衣领遮住了半边脸，可真是有眼光忽视这么显眼的破绽吗？穿上军装后，应展现出了几分英姿飒爽的风采。然而，这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未免太过可爱，观众难免出戏，不会是在扮演甜心杀手吧？而男主角则完全不同，他直接穿上日本兵的服装，冒险深入敌营接近关键人物。在男主离开火车时，他将箱子放在脸上遮挡，这真是既不想引起注意，又想隐匿身形吗？二人的胆量究竟有多大，竟能如此无所畏惧？似乎是对自己身为主角的身份充满自信，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洒脱。正是由于男主的这种无所畏惧，才导致他最终因冲动和鲁莽行事而害死了自己的父亲。王劲松中枪的那一瞬间，展现出了一番书圈顶流的身材，而程毅对于他父亲去世的震惊表情也相当到位。云爸爸和云家管家在此画面中双双中枪，反派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并没有设置那种打出主角就会偏离轨道的荒唐条件。
甚至连击毙司机都考虑进去了，真是出手就要置人于死地的狠辣手段。然而，程毅在父亲去世这场哭戏中的表现，迄今为止是他演技中最为出色的一次。程毅在看到父亲即将离世时，紧皱着眉头，哭得连嘴唇都快撕破了，脸上挂满了泪水。这不仅让观众的情绪彻底崩溃。程毅在爸爸去世后，痛苦地紧抱对方，哭得双眼紧闭，以至于泪水无法流出，面部悲痛至极，连程毅的脸都因为激动涨红了。在哭完之后，程毅的正脸特写更是让观众感到震撼，眼眶中含着的泪水闪烁着晶莹的光芒，但却始终没有落下。程毅果然名不虚传，凭借的就是这种破碎感。当眼泪终于掉落时，程毅那猩红的眼尾和无法闭合的嘴唇，让观众无不泪眼婆娑。程毅继续扮演冷静的悲伤，默默的流泪，给人一种更加悲伤的感觉，尤其是在冷静下来之后。生前中几乎每位演员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堪称实力派，绝对不是一语之辈。演技派齐聚，云木之这个角色由王劲松出演，他一登场便展现出满满的精英气质，同时保持着绅士般的优雅风度。然而，即便是再优雅的人，在责骂不安分的儿子时，也难以保持冷静。因此，王劲松眉头紧蹙，头发根根直立，因愤怒而颤抖的表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说到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时，王劲松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似乎都在诉说着对国家的忧虑和对民族的关怀。一个深深植根于祖国，对党和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形象被塑造得栩栩如生。相反，程慧则这一角色由马俊饰演，他展现出了教科书式的见风使舵。这张面孔充满了卑鄙的气息，再加上这转动的眸子，更让人确信他心怀鬼胎。然而，要说剧中的真正恶人，非情报站站长刘欢莫属。这个面相透露出一股狠毒的气息，满脸的伤疤更增添了他不好惹的故事感。这个不经意间低头垂目，随意翻动纸张的动作，充满了上位者的气息，甚至产生了一种不怒而威的气势。观众在屏幕前都感到了一阵寒意，这充分显示了优秀演员的感染力。刘欢凝视镜头时，那挑起的眉毛更像一条伺机而动的毒蛇，令人印象深刻。目前，剧中最令观众难忘的配角，便是男主的好大哥了。林乔松在今年《追风者》中凭借智慧支撑到最后才离场，如今又在生前中出现。大哥那没有偶像包袱的寸头，配上真诚的眼神，刹那间变成了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张天阳在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时，他的演技可谓极其细腻。从挑起的眉毛，到手部的颤抖，再到脸上的不可思议，他淋漓尽致地演绎了悲伤却不甘相信的心情。后来，当他去询问父亲信任的朋友消息时，张天阳强忍的红肿眼眶和小心翼翼的声音让观众深感心疼。此外，王姬这位老戏骨戴上眼镜，目光低垂，真的让人联想到慈祥的母亲。特别是在得知云爸爸去世的情况下，奶奶缝衣服的这个动作更加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在得知好友云木之为国捐躯的消息时，何中华也生动地演绎了惺惺相惜的情感。他划着火柴时的动作，生动地展现了他的焦急心情。老戏骨的哭戏极具感染力，以至于他的脸都哭红了。然而，当有工作来临时，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战士，他必须放下自己的悲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生前无疑是今年一部难得一见的智商在线的谍战剧，这一点无可置疑。